为什么在新加坡朋友说还钱是请客，听到还钱是请客，你却吓得想跑？拿到3万不是发财，而是倒霉。这些奇怪的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又为什么新加坡人挂在嘴边？其实他们背后藏着新加坡经济运行的一整套逻辑。今天我们就来解锁5个新加坡人戏称的经济黑话，通过他们看清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真实模样。这些黑话不仅是玩笑话，更是一种环境下的集体智慧，可以帮我们窥探新加坡如何维持高成本、高效率的生活体系，同时塑造民生和资源分配的方方面面。接下来的内容将带你逐一解码这些词汇，你会发现它们不仅关乎新加坡人的日常，也关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奇迹。第一章，解码黑话，从公积金到棺材本。第一个黑话是全称公积金，却被戏谑为棺材本，这其中藏着年轻人对养老储蓄的复杂情绪。是新加坡强制性的国家储蓄计划，涉及养老看病甚至住房。2024年的数据显示，新加坡职场人士中超过60%是月光族，对这些人来说，公积金就像为未来的我准备的一笔钱，但也意味着牺牲当前的消费自由。这种强制储蓄制度看似严苛，却为新加坡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强后盾，逼迫年轻劳动力为未来储蓄。而这笔资金不仅让年老时有所依，更是一种国家治理手段，维持了民生基本盘的稳定。但这种制度对个人的约束性也引发了不少争议，因此才有了棺材本这种幽默自嘲。通过制度设计，新加坡落实了养老保障的公平性，同时加强了全民共同适应高生活成本的能力。不只是一个财政计划，更是一种经济设计，让民众不得不参与储蓄，从而实现长期规划。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说，既是压力，也是未来的支撑。第二章，世界上最昂贵的铁皮 COE。提到新加坡，另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黑话便是 COE 用车证。这张证似乎比一辆车本身更贵，因此被戏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铁皮。在新加坡 COE 的价格常常超过车辆价格本身，却只有10年的使用期限。新加坡通过这一政策限制车辆增长，调节资源分配，同时实现对交通流量的精准控制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陆路交通局通过 COE 和其他交通政策，有效降低了早高峰的城市拥堵指数。即便用车率增加交通效率，却能够维持。虽然 COE 让许多人对拥有私家车望而却步，但他的收入直接投入到新加坡公共交通建设上，打造了高效的公交地铁体系。换言之，这种看似昂贵到离谱的政策，是新加坡精英化资源管理的典范，以高昂成本换取城市效率。在这座资源有限的城市，这种铁皮代价确实令人难忘。第三章，高度危险的建筑。在谈到生活空间时，新加坡人也有一个经典的黑话 ，HIP 被调侃为高度危险的建筑。然而，它可不是字面上的危房，而是新加坡祖屋的代称。这些由建屋发展局提供的经济适用住宅，是新加坡超过80%的居民的居住选择，为无数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。国家政策通过政策补贴贷款或公积金支付，让大多数人能够买得起祖屋，同时维持群体的生活稳定。HIP 制度以小空间换取大社会，既提供了社区基础，又实现了国策居者有其屋的目标。然而，2024年转售祖屋价格暴涨，9.7%的现象也揭示了一个问题：高成本的生活正在挤压新居民与年轻人的空间。又或许正因为祖屋太过重要，它才在新加坡日常话语中被调侃为承载梦想的危险建筑。这种黑话背后是经济压力与保障的两面性，是房地产市场与公共福利的博弈。第四章，天天抢钱和全民 BMW。新加坡的交通政策同样成为民众口中的黑话。ERP 系统电子道路收费被戏称为天天抢钱，毕竟通过主要路段时你必须交费，司机们对此感慨良多，是新加坡用价格换时间的经济学之举，通过动态收费调节交通流量，繁忙时段高额收费迫使人们选择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，进而缓解了交通拥堵。这种设计虽然让许多人望路兴叹，却保证了复杂交通网络的高效运行。同时，与此密切相关的新加坡黑话是 BMW。大家以为是豪车品牌，但在这个国家却是指 Smart Walk， 这是大多数新加坡人日常选择的出行方式。新加坡高效而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，从地铁到公交覆盖范围极广，通过陆路交通局的规划，在高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，尽可能降低民众交通压力。这些黑话说明了一个事实：作为亚洲生活成本指数第一的新加坡，民众生活压力虽高，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设计让高成本生活变得更有秩序。如果你在新加坡听到有人说我的车每个月都被 ERP 抢走一半钱包，不要惊讶，他们也许正是半调侃着生活的智慧。第五章，从黑话看新加坡经济格局。这些黑话不仅承载着新加坡人的生活调侃，也蕴含着国家资源配置的整套逻辑。由公积金到祖屋政策，从用车限制到高效的公交地铁体系，新加坡以经济手段控制民生压力，同时以高效资源管理实现国家运转的强效性。
新加坡2025年第3季度 GDP 同比增长2.9%的数据，以及全年的1.5%到2.5%增长目标，也从侧面展现了这种策略的作用。最终，这些黑话是市民高成本生活的一种自我调侃，更是新加坡经济运行中隐秘的密码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日常词语，或许就能读懂这个城市国家的底层逻辑。最后，你对哪一个黑话感触最深？你有没有听过其他的新加坡黑话？期待你在评论区分享。